大家好，这里是三居兄弟。2022油价一路飙升，而咱国内油价也是高歌猛进，不少地区大步迈入9元时代。而在电池原料成本上涨和缺芯的双重夹击下，各大新能源车型也纷纷涨价，就连人民的50 mini EV 也涨价4000到8000不等。贫穷使我家里蹲。在此背景下，短途交通的出行方案重新映入我的视野。有时很尴尬，咱上下班或者通勤也就几公里，但偏偏目的地旁没有公交站点，打滴滴又不划算。如果有一辆平衡车或者2轮电动车，都能极大程度便捷我们的生活。但可惜系统做这块内容的 UP 主不多，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将会对各种短途代步工具进行详细对比，分别介绍各自的优缺点，10分钟告诉你应该如何挑选一款适合自己的代步工具。首先，咱平时最常见的短途代步工具也就3种：平衡车、电动滑板车、2轮电动车。这里面毋庸置疑，2轮电动车续航是最长的，通常已经能超过65公里，全跑完也仅需3度电。主流型号1500到3000的价格区间，能被大多数家庭和外卖小哥接受。在新国标下，带有脚踏功能的2轮电动车依旧不需要考取驾照，使用门槛低，但这类车会有一个普遍弱点，就是动力较弱，无法装载过多重物，只适合在城市骑行。平衡车大家肯定不陌生，最早被用作重要场合安保车使用。15年田径世锦赛的时候，飞人博尔特夺金后环绕整个赛道庆祝，后面跟拍的记者一个不注意，平衡车失控将博尔特铲倒在地，名场面的属于是。近几年又流行一种电动滑板车，靠电力驱动可以达到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使用起来会比平衡车更灵活。那么这一类小车又分别适合哪类人群呢？首先，平衡车可以分为单轮和双轮2种类型，虽然外观差别很大，但核心动作原理没有本质区别，这个之后我们也会具体讲。通常单轮平衡车对操纵要求最高，需要一定练习才能上手，双轮平衡车使用会更简单，一般练习几分钟就能很好的掌握平衡。而电动滑板车使用起来和普通滑板车并没有本质区别。价格方面，不同的单轮平衡车价格差别会比较大，低端的700就可以买到，而高端型号价格却能达到近万元。差别主要体现平衡性和续航方面，前者最多20公里，后者则在65公里以上，一般普通消费者1000元级即可满足需求。双轮平衡车起步价都在1000元以上，主流型号都在2000元价位，续航普遍低于30公里，而电动滑板车价格区间从1000到4000元不等，同价位段的续航普遍比平衡车要高，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需求选择即可。论使用的便携性，平衡车和电动滑板车都明显优于2轮电动车，毕竟可以直接带回家充电，也不用担心防盗。市面上单轮平衡车的重量往往在12公斤，而电动滑板车多在15公斤左右。选购时可以看看有没有折叠功能，这样直接手提回家，收纳起来也不占地方。平时也可存放汽车后备箱，但需要注意，有的双轮平衡车重量会达到好几十斤，如果小区里没有电梯，需要单拎上楼就很头痛了。灵活通过性上，单轮平衡车是最好的，因为其轮胎尺寸多在15寸以上，可以适合多种路面，转弯半径也小，更灵活。而电动滑板车其轮胎尺寸往往都在10寸以下，遇到不好的路面比较颠簸。讲个经验之谈，双轮平衡车在通过恶劣路段时，往往不如单轮耐操，很容易就损坏电机轴，修理费也是不小的开支。最后提醒，电动滑板车虽然载得动2个人，但这样的危险系数会大幅提升，使用时只能1人骑行，车速也最好别超过20公里每小时。这几款车都不建议在雨天骑行，即使这些型号宣称有防水功能，但同样有进水腐蚀元器件的风险。总结一下，什么样的人适合买平衡车呢？适合通勤距离0到5公里，然后平衡感掌握较好的人。小孩子不宜使用独轮平衡车，会比较危险。相比之下，电动滑板车有个扶手，使用会更加安全一些。即使在户外没有电了，你也可以当普通滑板车用脚蹬回来。在购买电动滑板车之前，建议先咨询一下当地交通规则，问问能否带进地铁。一般10公里以内的代步，电动滑板车都可以很好的胜任。很多观众可能对平衡车比较熟悉，却不懂如何挑选一款电动滑板车。关于这个有几个标准。首先，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最直接的就是看品牌。电动滑板车的制作门槛不高，直到今天也有很多良莠不齐的小品牌，对用户生命安全是极大的隐患。建议购买时优先考虑业内大厂。电机是滑板车的心脏，电机功率大小影响滑板车的速度和性能。一般我们是看额定功率，功率越大速度越快，而峰值功率代表短时间内能发挥的最大水平。由于电动滑板车并不需要太强性能，所以300瓦就够用了。当然，越强的电机马力更足，行驶乡村泥泞道路时通过性会更好。电池组和续航里程息息相关，一般主流厂用的是18650锂电池组，好的品牌型号会用3星松下的进口锂电池。市面上滑板车的续航一般在30公里左右，满足日常代步通行基本上够了。部分长续航型号可以做到60公里以上，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调整就好。
买电动滑板车尤其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刹车系统。目前主流配置是物理刹车和电子刹车相结合。电子刹车是利用电流对电机的反作用，缩短制动时间，下坡时还可以给电池反充电。而后轮绞刹用于急刹车，能有效提高行车安全。轮胎普遍采用 PU 材质，分为实心胎和充气胎。充气胎的缓冲抗震效果会更好，选购时也建议挑选更大尺寸的轮胎，行驶会更加稳定，安全性和转向性都会更好。实心胎的优点则是更加坚实耐用，当然更好的选择是自修复轮胎，既有不错的行驶体验，也能降低维护难度。选购的滑板车也不宜太轻，一般10到15公斤会比较合适。通常滑板车都是铝合金等材质，太轻可能意味着车身承重能力有限。不过还有一种黑科技，用碳纤维做车身，车重可以控制在7公斤左右，这种适合女生使用。选购时也应注意车身的高度是否适合使用者的身高。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很好奇，就是平衡车、电动滑板车都是如何维持平衡的呢？电动滑板车和自行车类似，都需要咱们慢慢练习，找到感觉后自身维持平衡。而平衡车则是通过车内平衡感应键，利用陀螺仪原理控制。大家小时候应该都有见过陀螺仪这种玩具，当它转动起来后，就会像一个不倒翁一样，怎么都不会倾倒。如果将它拿在手里，还能感受到一股奇怪的力。平衡车在设计时就有采用这个原理，在平衡车里有一个专门的陀螺仪测量旋转角速度，与加速度检测信号相配合，得到一个准确的角度信号，再传送至控制系统，调整电机的驱动方向，实现移动。例如使用者的身体向前倾， CPU 便会发出指令，控制电机转动的方向和速度，让电机向后转，而车辆则往前移动。在静态状态下，平衡车内部的多种感测器也可以准确知道车辆的偏角是多少，方便电机及时调整来保持平衡。最后挑选电动滑板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足够的避震措施。一般电动滑板车只要时速超过10公里，对路面的平整度就会有较高的要求，否则时间长了，人就会因为过多颠簸被震得全身发麻。目前业内最先进的电动滑板车后悬已经采用和顶级摩托车相同的拖曳臂结构，而前悬则是与顶级跑车结构相同的双叉臂结构，来保证行驶的稳定性。这种悬挂结构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从选用家用车的角度进行类比，方便加深理解。咱车友都知道，底盘优劣往往是决定我们是否买车的重要因素，而这里面起到决定性因素的就是悬挂结构。悬挂结构千万，各家车企命名不同，但大致可以分为3类：独立悬挂、非独立悬挂、半独立悬挂。一般而言，前悬挂的好坏会比后悬挂的影响重要得多。麦弗逊悬挂大家肯定不陌生，这是今天家用车上应用最广的。理由很简单，它有着最精简的结构，使用的零部件也少，价格自然更便宜。目前市场上销量最好的家用车大多都是前驱车。麦弗逊悬挂占用体积小，天然对前驱车更友好，可以挤出更多空间用于发动机舱的布局。但缺点在于它的弹簧和避震是一个整体，轮子的运动基本是直上直下，对侧向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撑，极限驾驶时操控性能表现就没那么好。而市面上公认性能表现最好的双叉臂悬挂，避震只需要负责支撑车重和过滤震动，而轮子转向、轨迹控制则由上下2个叉臂负责。即使是在极限状态下，轮子也不会直上直下，而是会最大程度的和地面贴合，这样车辆的性能就能发挥到极致。当然，悬挂形式只是一种表现的基础，不管什么悬挂都可以通过调教来达到更好的表现。比如911的前悬挂就是采用了簧下质量更有优势的麦弗逊结构，也没有人说它的操纵不好来着。当然这是特例啊，现在大多数豪华车型前悬架，不管是舒适型轿车还是跑车，都是使用成本更高的双叉臂悬架。而最新发售的 Segway GT2 前悬挂便是运用了这种双叉臂结构，另外还配有15级泥足可调的油压减震器，用户可以根据使用场景自行调教。Segway 本身也是平衡车的鼻祖啊，还拿过乔布斯的投资，不过后来被9号公司蛇吞象给收购了，也就是小米10周年发布兰博基尼联名卡丁车的公司。当然有个美丽的误会，这里澄清一下，9号和小米的关系是正常的业务合作关系，小米只是9号的股东之一，并不能说小米控股了9号。GT2 的研发本身也是9号公司 Segway Innovation 团队做的，和小米没有关系。这里提一句， Segway Innovation Group 是9号公司整合全球顶尖资源成立的专注于高性能车型和品类创新的部门，可以类比于 AMG 至于奔驰，或是 M 部门至于宝马。目前 GT2 是市面上最高电动滑板车标准，续航可以达到90公里，
采用2个峰值功率3000瓦的风冷电机，峰值扭矩88牛米，最高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每小时，0至48公里的加速仅需3.9秒，而一辆宝马 220i 的这个成绩是4.3秒。当然，你想跑这个速度，一定得在封闭路段。不过这款车毕竟是旗舰车，是用来秀肌肉的，展现自己实力的，价格会偏高。如果有普通消费者想购买电动滑板车或平衡车，不妨看看他们家别的系列。在购买前 ，UP 也建议大家最好查查自己城市的安全法规和上路标准。在部分城市，电动滑板车和平衡车都是不能合法合规上路的，被查处是会罚款甚至扣留车辆的。好，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今天分享的知识对你有帮助，那就给我点个赞吧。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和推荐你自己的短途代步工具使用心得。